台灣為何需要最上級戰艦？台灣海軍的造艦計劃拖了3年又3年，10年之後，軍方手裡捏着的依舊是從美國買回來的2手基德級驅逐艦，以及上世紀90年代水平的成功級、康定級巡防艦。但這些老船內部的電子管線已經老化的像一團亂麻，面對現代海戰中動輒幾百公里射程的超音速反艦導彈，跟活靶子差不多。不過，這種持續10年的尷尬局面，最近或許要改變了。據相關媒體報道，台日極有可能達成聯合造艦計劃，為台灣本土打造的最上級多功能護衛艦。這實在讓人好奇，日本海上自衛隊現役有那麼多將近10000噸的防空驅逐艦，台灣為什麼偏偏相中了這艘滿載排水只有5500噸的護衛艦？而台灣本土的造船廠又是否真的能讓本土最上級下水？在聊台日聯合造艦前，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台灣造艦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麼？缺人。按照傳統的造艦規劃，如果台灣現在硬着頭皮造一艘傳統的7000噸級驅逐艦，至少需要250名到300名艦員來維持運轉，雷達操作員、聲納兵、機電兵、損管搶修員，每一個崗位都需要大量經過長期培訓的專業人員。但台灣目前嚴重的少子化問題，直接讓軍隊陷入兵源枯竭。現役的老船湊齊滿編艦員都很吃力，很多崗位被迫一個人幹3個人的活，這就導致船造出來了，但沒人開。而日本的最上級護衛艦恰好解決了這個痛點，它的滿載排水量達到5500噸，在現代海軍中，這已經是一艘主力戰艦的體格。最上級的核心在於那個被稱為先進整合指揮中心的駕駛艙。所幸這裡你不會看到傳統軍艦上密密麻麻的獨立雷達屏幕和老式儀表盤，設計師在這裡搞了一個360度全景環形視頻牆，配合增強現實技術，艦體外部布置的無數個高清光電探頭、紅外傳感器和相控陣雷達，他們收集到的海量數據會被艦載計算機系統自動融合，疊加在這個環形大屏幕上。艦長和戰術操作員站在這裡，就像開啟了透視外掛，對軍艦四周的戰場態勢一目了然。空中飛來的反艦導彈，海面上的微小快艇，水下的潛艇軌跡，全部被系統自動過濾掉海浪雜波，然後進行標記、分類，並呈現出威脅等級。這種自動化設計直接取代了原本需要人工去死盯屏幕、手工標定坐標的雷達兵。而在動力和機電管理上，最上級採用了高度集成的平台管理系統，所有的阀門、水泵、發電機狀態都能在指揮中心的屏幕上實時監控並遠程操作，不需要專門的机電兵在輪機艙裡來回巡視。他用硅基的芯片和算法填補了碳基兵員的不足，這正是台灣海軍做夢都想擁有的省人工設計。在人力資源匱乏的當下，購買高度自動化的平台是維持水面艦隊規模的唯一解法。解決了缺人，台灣造艦還面臨着第二個痛點，那就是系統整合。台灣的造艦思路本質上是萬國造，第一步買國外艦體示意圖，第二步裝台灣中科院自研的導彈，比如海劍2防空導彈、雄風系列反艦導彈，第三步插上美國相控陣雷達和指揮數据鏈。但是強行把不同國家、不同底層代碼的系統縫合在一起，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死機。所以以前台灣在推进造艦計劃時，經常遇到雷達和導彈不兼容，或者通信系統互相干擾的問題。而最上級在這方面是個完美的機箱。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作戰體系從2戰後就深度依附於美軍的數據鏈和武器標準。最上級的底層電子架構原生兼容美軍的 Link-16 數据通信協議。在武器接口上，它在艦首預留了美制 MK41 垂直發射系統的標準尺寸空間，並且裝備了美制的海拉姆近程防空導彈系統的接口。這意味着，如果台灣拿到了最上級的平台圖紙，台灣中科院要往裡面集成自己的武器和從美國買的雷達，系統絕對是兼容的。解決好了這兩個痛點，接下來就是看最上級的戰力了。拋開人員和兼容性不談，最上級本身的硬件設計也非常契合台灣周邊複雜的海象環境。第一，它把雷達反射面積壓到最低限度，現代海戰的生存第一法則，不要被發現。最上级的外形非常乾淨，船體表面採用了大面積的內傾和外傾折角設計，幾乎沒有任何突兀的直角結構。它還配備了一根被稱為獨角獸的整合式引伸桅杆，傳統的軍艦桅杆掛滿了通信天線、數據鏈天線，就像個大好晾衣架，各種形狀不一的金屬天線，在敵方雷達波的照射下會產生強烈的角反射，雷達反射面積驚人。而日本設計師把這些裝備全部藏進了這個用透波複合材料制成的封閉式桅杆內部。在敵方的雷達屏幕上，這艘5500噸的戰艦信號特徵可能只相當於一艘幾百噸的近海漁船，在狹窄且擁擠、充斥大量民用船只雜波的周邊海域，這種隱蔽性能可以有效延遲敵方反艦導彈引導頭的鎖定時間，增加己方實施電子干擾或發射誘饵的窗口期。第二，化身海上的無人系統蜂王。
海島防禦最煩的是遭水雷封鎖，最上級是同級別艦艇中少數原生整合了掃布雷與遠洋反潛雙重功能的護衛艦。它的絕招在艦尾吃水線附近隱藏着一個多任務艙和滑道，它不需要依靠大型起重機，就可以直接在航行中釋放並回收無人水面載具和水下無人潛航器，這直接改變了傳統的作戰模式。以前掃雷需要專門的掃雷艦開進雷區，風險極高。現在最上級可以停泊在安全海域，釋放無人潛航器去前方探路定位水雷，然後再釋放無人滅雷艇去實施爆破。它不僅能開炮，還能作為指揮節點，操控無人機和無人艇去執行高危任務。這種不費一兵一卒就能擴大海域控制範圍的分布式戰術，正是目前水面艦隊追求的方向。不過藍圖畫得再好，也得考慮落地。從一張日本船廠的工程圖紙到真正停泊在軍港裡的鋼鐵戰艦，中間隔着本土工業鏈供應的雙重考驗。台灣到底能不能拿到圖紙並把它造出來？台灣想要造艦，就必須邁過2個關卡。第一關卡，政治鬆綁與法律屏障。日本長期受防衛裝備轉移3原則束縛，軍用武器和核心技術的出口面臨國內嚴格的法律障礙。儘管日本政府計劃在2026年放寬武器出口限制，並且已經開始與澳大利亞洽談護衛艦的出口合作，但將現役主力艦艇圖紙輸出給地緣熱點地區，依然是一步充滿變數的棋。這種合作不可能大張旗鼓地進行，因此我推測台日合作造艦最大的可能是採取技術外包或民間商業合作的模式，由日本造船企業將艦體平台的設計方案剝離掉所有敏感的武器和雷達火控系統，拆解為類似船舶結構設計服務，以商業合同的形式轉移給台灣的科研機構或造船廠。這種擦邊球操作在國際軍貿中屢見不鮮，只要不涉及致命武器的直接出口，僅僅是船殼圖紙和動力布局的轉移，就可以在法律層面上規避出口限制。第二個關卡則是系統縫合的工業黑洞。假設台灣順利拿到了圖紙，真正的工程學難題才剛剛開始。造船是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日本圖紙是按照日本的材料標準、焊接工藝和管線規範繪制的，台灣本土的造船廠又能否完全消化並按圖施工？要知道，軍艦用的高強度鋼材，其屈服強度要求極高，焊接過程中產生的熱應力，如果處理不好，船體分段合攏後會出現變形。任何一個尺寸公差的放大都會導致全艦下水後出現重心不穩或結構隱患。更難的是所謂的拼圖造艦帶來的系統排異反應。在日系艦體上安裝美制相控陣雷達，塞進台灣自研的防空導彈和垂直發射系統，這3套來自不同國家的系統要如何實現電力分配的平衡？美制相控陣雷達是出名的吃電狂魔，原本最上級圖紙的發電機功率按照日本國產雷達配置，換上美國雷達後電力缺口怎麼補？一旦電力分配設計有瑕疵，雷達全功率開機瞬間就可能導致全艦電網電壓驟降，電子系統宕機。其次是電磁兼容問題，那個引申桅杆要塞進美制的雷達天線，不同頻段的雷達波互相干擾怎麼辦？曾經有國家的軍艦因為防空雷達和通信天線頻率衝突，導致一開雷達就無法對外通信的尷尬局面。要在狹小的桅杆空間內做好電磁屏蔽和頻率隔離，需要深厚的射頻工程功底。最後是火控軟件代碼的重寫，讓美制雷達引導台灣本土導彈必須打通底層源代碼，實現數据鏈的無縫對接。這不僅需要美方開放底層接口協議，更需要極高水平的軟件工程能力。在沒有一個像洛馬這樣強大的主承包商統籌全局的情況下，深度的跨國平台縫合極易導致系統 bug 頻發。台灣之前的造艦計劃頻頻受挫，很多時候就是倒在了系統整合的門檻上。解決不了這個工業難題，這艘船造出來也只是一具空有科幻外殼的植物人。除此之外，我們還不得不考慮成本問題。最上级在日本本土的建造成本相对可控，因為有成熟的供應鏈和批量生產的規模效應，單件造價折合下來大約在5億美元左右。但一旦進行台灣化改造，引入美制雷達系統，定制化修改艦體內部結構，以容納本土武器，毫無疑問，相關的研發、測試、系統整合的費用將成倍飆升。重新修改圖紙需要付給設計所大筆費用，雷達和武器的兼容性測試需要耗費大量資金，首件建造過程中的試錯成本也會推高整體預算，最終單件造價突破10億美元是大概率事件。台灣目前的預算能否支撐起多艘昂貴的混血神盾艦，這是一個需要精打細算的財務考驗。比預算超支更緊迫的是時間。台灣現役的老舊戰艦技術疲勞不等人，如果下一艘作戰艦從圖紙引進、修改設計、系統整合測試到首艦切割鋼板、西裝、海事服役，需要耗費10年甚至更久的時間。
那麼這艘艦在正式形成戰鬥力的那一刻，它的雷達和電子技術可能已經落後於當時周邊國家的主流水平。現代軍事科技的迭代速度極快，陷入造出來就面臨落後的死循環，是所有拖延的军工項目最怕面对的結局。在軍備競賽的賽道上，時間成本往往比資金成本更致命。講到這裡，不少朋友估計要問了，為什麼台灣非要死磕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幾千噸級的主力艦？為什麼不多造點幾百噸的導彈快艇？因為現代海戰的邏輯不僅需要刺客，還需要节點。導彈快艇確實便宜，隱蔽性好，但它們受限於噸位，雷達看不了多遠，防空能力幾乎為零。它們只能近岸防禦，無法在風浪較大的開闊海域長時間巡航。而5000噸到7000噸級的護衛艦、驅逐艦具備遠洋航行能力，能搭載大型相控陣雷達，提供區域防空掩護。更重要的是，它們是海上分布式殺傷網絡的骨幹節點。擁有最上級這樣的平台，台灣海軍可以將其作為海上指揮所。它通過數據鏈連接天空中的預警機、海面上的輕型導彈艇、水下的潛艇，甚至岸上的反艦導彈陣地，形成一個完整的防空反艦網絡。它就像是一個移動的海上堡壘，擁有了防禦的物理縱深。只有擁有這種級別的艦艇，台灣海軍才能在更遠的海域保持持續的軍事存在感。總的來說，台灣海軍啟動下一代作戰艦艇設計評估的招標，並在私下接觸擁有最上級核心技術的日方企業。這反映了在面對艦隊老化危機和外部壓力時，試圖通過引入外部成熟的高端造艦底盤，強行拉升停滯了10幾年的本土水面艦艇平台戰力。無論最終是採用直接的技術輸出，還是以科研機構聯合開發的名義進行底層技術轉讓，面對老化的艦隊和枯竭的兵員，尋求高度自動化的平台進行借殼重生，都是理性的選擇。至於台灣本土造船廠能否如願以償拿到這艘自動化巨獸的設計藍圖，而這張藍圖又能否在複雜的跨國系統縫合中順利跨越工程學的鴻溝，化為乘風破浪的鋼鐵戰艦，所有的問題都交給時間。好了，本期關於台灣海軍下一代作戰艦與日本最上級護衛艦的分析到這兒就結束了。大家認為，面對高度自動化、能指揮無人艦隊的最上級圖紙，台灣本土的造船工業能否克服拼圖造艦帶來的電磁兼容與軟件整合難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再見。